这只被饲养员像拖小猪一样拖回家的小熊，就是大熊猫绩效，人送外号 KPI。绩效绝对对得起 KPI 这个外号，因为他痴迷加班，被饲养员请回家的方式可以说得上是千奇百怪。这天天气很热，奶妈来接绩效回家，这时的绩效，奶妈抱起来已经很吃力了，于是就只好推着他的屁股往家走，一边推还一边跟绩效说：“你贴不凉快吗？不香吗？”正当以为绩效这次会乖乖回家时，他就一个转身冲了出来，幸好奶妈眼疾手快薅住了他。面对绩效的不配合，奶妈只好使尽全身力气抱起他，把绩效抱到门口后，奶妈薅住他的后脖梗，就这么水灵灵的拖进去了。这架势真的像拖小猪一样。绩效和奶爸也没少斗智斗勇，本来看到奶爸拎着绩效的样子已经很搞笑了，但当绩效转过头，看到他嘴里还叼着一块小苹果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这憨憨的样子真的很符合绩效的熊社。即便绩效到了门口，还在做最后的反抗，挣扎着想逃跑，但最后还是被奶爸一把拖进去了。除了被拖回家，绩效还曾被奶爸团成球，那是硬生生滚回家的。饲养员每次请绩效下班，那都得来回折腾好几趟。有一次奶爸想用小苹果引诱他回家，绩效跟到了门口又停了下来，心想我这年度好员工可不能被一个小苹果就给收买了，于是一个掉头又跑去加班了。除了绩效，香果妹妹也是加班狂魔。作为奥氏集团的优秀员工，每天热衷挖煤事业，把自己弄得黢黑。她从妈妈身边经过，还故意蹭了一下妈妈，把香槟的肚子都蹭黑了。因为香果妹妹太脏了，奶爸接她下班都下不去手抱她。万万没想到，香果妹妹最后竟是被奶爸气回家的。网友看后纷纷表示，既然他们这么喜欢上班，那我这破班就让给他们好了。小五又换新车了，小五不愧是年仅1岁半就有半年驾龄的老司机，这方向盘打得可太溜了，而且金主爸爸还贴心的给小五配了个锦衣。只是莽 Sir 开着敞篷车去执行任务的话，还是略微有些太招摇了。昨天奶成加班到半夜，给小五安装新车，师傅的手电筒的灯光把隔壁露营的可可都吸引过来了，好奇的趴在玻璃上看三姨家院子里又在忙活啥。今天一大早，饲养员就端来了豪华的大蛋糕，这下莽妞妞又要笑得合不拢嘴了。小五一出外场就发现自己车变了，还特意看了一下车牌，确认是自己的车没错后，便迫不及待地爬上车来检验一下自己新车的性能了。小五把方向盘打得飞起，先是用双手转，2只小手倒腾的可快了，接着小五又单手试了试，感觉手感也不错，最后他甚至站起来用脚也转几圈，看得出莽 Sir 对自己的新车很满意。而莽妞妞根本无心豪车，从出场就坐在大蛋糕边开心的吃起来，一手拿一个冬笋，看这小模样就知道已经吃美了。莽 Sir 匆匆的拿了一块胡萝卜，就又爬上车，躺在引擎盖上当起了车模，这小模样看着还挺妖娆。据说小五这辆新车价值20多个 W， 只能说金主爸爸真的太宠了。前这位正在享受刀削面服务的小家伙叫诚实，因为是诚记妈妈第10个孩子，故按谐音取名诚实。诚实小时候特别与众不同，是一身灰白配色，他也是同样拥有灰白配色的季憨憨的小舅舅。诚实从出生就是一只特别的存在，他是2016级的老妖，出生体重却足足有204克。要知道大熊猫幼崽出生体重一般在100克出头，他的外甥女程浪出生时只有42.8克。诚实从小就肉嘟嘟的，深得大家的喜欢，美奶妈也是经常抱着亲个不停，因为她灰白的毛色和胖乎乎的模样，也因此得了很多的外号，比如小灰灰、肥灰、肥肥等。而且因为诚实从小表情就特别严肃，也被大家喊作老干部。因为诚实出生的比较晚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总是和小伙伴不赶趟。别熊睡婴儿床的时候，诚实在睡育幼箱，别熊出去晒太阳，他还只能睡婴儿床。最后好不容易可以和大家一起玩了，结果不是哥哥七就是姐姐打。他们这集不仅有饭霸梅兰肉帮，还有爱聊架的天线宝宝奇，隐形战神奇果更是不好惹。但是我们小灰灰也有硬气的时候。这天奇一看到独自在树旁趴着的诚实，准备上去撩闲逗逗他，结果诚实一反常态，把前掌举在空中，冲着奇一大喊：“你过来呀！”把奇一吓得一激灵，然后就默默地走开了。果然老实熊爆发时威慑力也很大。小时候的诚实酷爱睡觉，江湖上至今还流传着他充电2小时活动5分钟的传说。而且诚实自小脑袋就长得大大的，所以经常能看到他的大脑袋被卡住。这天诚实的大脑袋被卡在树杈上，极力想挣脱的表情简直萌化了，而且他的小脚丫也在使劲儿。最后把脑袋拔出来的那一刻，头套都变形了。还有另一次更惨，本来卡头已经很难受了，还被亚运司机报复，挠脸又咬嘴的。不过他们也只是打闹而已，并没有伤到对方。诚实和文文的互动更搞笑，不是黏黏糊糊的贴在一起，就是决斗现场。
主打一个反差。有一次雅韵和文文在泡澡，结果程实硬是凑过来了，在他坐下的那一刻，水池里的水都流掉了1/3，气得文文直翻白眼。如今马上8岁的程实出落得更加帅气了，希望更多人能认识和喜欢他。猪真的长成大孩子了，现在的他已经比小卖部窗口还要高了，也就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，媚猪从踮着脚才能够到窗口，到目前他已经比窗口还要高出一个头尖了。而且媚猪这个越狱惯犯，现在翻窗特别的利索，也就3-2下的功夫就能顺利翻出去了，这动作也可以说是特别的丝滑。但如今相比媚猪越狱，大家更期待看到他卡住的那一天，不知道到时候他小小的脑袋里会不会装满大大的疑惑，明明之前还是好好的，为啥突然就翻不出去了呢？菊萌萌有时候也特别宠媚猪，整天抱着闺女亲亲，媚猪在她的怀里就像一个玩偶娃娃。菊萌萌也知道自己的闺女很可爱，她有时候会抱着媚猪大大方方的给游客展示，这得意的表情像是在说媚猪可爱吧，我生的。即便是媚猪调皮打了她，她也不生气，虽然她把嘴巴张得大大了，最后也只是轻轻的咬了一下。这里真的可以看到菊萌萌满眼的宠溺。有时候菊萌萌趴在地上睡觉，媚猪从她身上踩过去，她也不会生气。而且媚猪很会看妈妈的脸色，如果妈妈真的生气时，媚猪秒变老实，坐在妈妈身边乖乖的，这模样妥妥的就是乖宝宝。现在菊萌萌也会像其他熊猫妈妈那样，经常训练媚猪。媚猪爬树，菊萌萌就会把它拖下来；媚猪爬窗口，菊萌萌也会过来阻止。特别是在外场的时候，因为媚猪比较独立，喜欢自己玩耍，菊萌萌也会抓住媚猪，拖着媚猪跟她走。媚猪爬树，她也跟着爬上去，母女俩一熊一个树杈，这画面看起来和谐极了。盘点大熊猫和饲养员有问有答的名场面。说起大熊猫的语言天赋，那就不得不提一下生活在东北的初心。可能是因为东北的老铁爱唠嗑，所以他们养的熊孩子也都能唠上几句。这天到了下班时间，初心早早的就等在了圈舍的门口，但却不见暮云的身影。奶妈喊了几声也不见暮云回应，于是就让初心帮忙喊暮云，把暮云喊回来吧。就单单初心说暮云这俩字的清晰程度，不知道要打败多少网友的普通话水平。初心不仅会说暮云妹妹的名字，还会说自己的名字。当有游客问他是初心还是暮云时，他也能清晰地说出初心俩字。你是暮云还是初心呢？而初心生活在大连的叔叔金虎，同样会喊隔壁邻居下班回家。这天飞云在外场加班不肯回来，奶妈就让金虎喊他。飞云，而且金虎还能和奶妈对话。这天奶妈做了新发型，特意跑到自己好蛋儿跟前，迫不及待地想听到金虎的赞美。说我好看，说我的新发型好看。我咋你好？你这个熊孩子！但万万没想到，金虎这个小熊精连说带比划的说了难看。程大因为经常用娃和饲养员做交易，语言表达能力也是很可以的。饲养员换载时盆盆奶不加蜂蜜肯定是不行的。但有一次是美奶妈伙同其他饲养员用了声东击西的方法，白嫖了程大的娃，程大没得到任何好处。于是后来美奶妈过来给他喂水的时候，他就没好气的和美奶妈吵架。毕竟对于程大来说，奶妈偷走的不只是程大的娃，那也是程大的饭卡。如果饭卡换不来好吃的，那生娃将毫无意义。花花自从当了局长之后，也是喜欢有事儿没事儿就讲两句。最近已经会给谭爷爷安排工作了。如果花菊学会了321上链接，那就更了不得了。大家还知道有哪些会说话的大熊猫呢？